我和99个人意外穿进一场穷鬼游戏，在这获胜者将会获得100万奖金，但规则是只能用50块钱存活7天。如果是你会以什么方式生存下去？而身为专业穷鬼的我，从看见规则的第一眼就找到了游戏的漏洞。很快，随着系统的电子音响起，欢迎100位玩家进入穷鬼游戏，初始资金50元，目标在游戏中生存7天，获胜者获得100万奖金。超支、死亡或离开游戏区域都将视为淘汰，将背负100万债务。那声音顿了顿，带着一丝狡诈。现在有懦夫想退出吗？开什么玩笑？7天，我喝水都能撑过去。旁边一个穿着廉价 T 恤的小胖子附和道：“50块买馒头咸菜，省着点够够的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傻子才退出。”人群嗡嗡作响，带着盲目的亢奋。很好，100位玩家无一退出，游戏规则正式生效，玩家将不可退出。100名玩家已投放欢迎来到机场迷航，祝各位好运。随着眼前白光一闪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现代化的机场，机场大到一眼望不到头，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着，分不清谁是玩家，谁是 NPC。而我的游戏账户里则是躺着50元初始资金，同时我的界面出现3个数值：饥饿值、口渴值、精力值。目前3个数值都是满的。我看见对面有一个便利店，于是走过去了解一下物价。当我走到冰箱面前，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炸响。我靠！1瓶水15，抢钱啊！我走过去，目光扫过货架，心沉到谷底。小蛋糕50，三明治40，包子10元一个，连最便宜的袋装苏打饼干也要18元，每天7块1的额度，连半瓶水都不够。小胖子望着我，脸上写满了绝望。66号，完了！这钱只够买3瓶水啊！1周会死人的。我叹口气，系统不是做慈善，我就知道不会这样简单。其他玩家也涌向便利店，脸上同样浮现出惊骇和恐慌。小胖子把我拉到一边说道：“66号，我是44号玩家无耻，咱们结盟吧，有人欺负你，我打他们。”随后他打了一套擒拿手，看起来身手还算灵活。在弄清楚游戏规则前，我不想和任何人结盟，于是婉言谢绝，便独自离开了便利店。首先要去找免费的水，在厕所外，我找到了饮水机，并且在旁边找到了2个丢弃的矿泉水瓶子，把它们清洗干净，然后装了满2瓶水。水的事情搞定了，成本0元。接下来是能量获取。我看见了一家咖啡店，调料台上白砂糖包、奶精球、黄糖包整齐码放。糖是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，糖包可以在紧急的时候用，防止低血糖。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动作自然流畅的像回家拿东西。10几包糖和几盒奶精瞬间滑入我的口袋，整个过程不到2秒。然后我从容地走出咖啡店，走到无人角落，撕开2包糖，一股脑倒进嘴里，齁甜瞬间在口腔炸开，带来一阵虚假的满足感。糖搞定，成本0元。机场冷气开得十足，像冰窖，也许是系统故意为之。越冷就意味着能量消耗得越快，而我单薄的衣衫根本挡不住寒意，只能靠活动取暖。我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条别人下飞机扔的毯子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饥饿感越来越强烈。晚上8点，我晃到一家面包店，玻璃橱窗里没卖完的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麦香，肚子发出响亮的咕噜声。我凭着敏锐的穷鬼直觉，判断这时候面包应该打折了。原价30的吐司，现在仅需15，但是还不够。快打烊时，折扣还可能更低，甚至可能免费。省下的每1块钱都是活下去的机会。我坐在面包店对面的椅子上，半闭着眼睛休息。此刻，四面八方涌来20-30个身影，他们疯狂地冲向面包店。小小的面包店门口瞬间挤成一团，混乱中，我看到有人挥舞着钞票，有人直接伸手去抢货架上的面包。店员惊慌失措地喊着排队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短短几分钟，货架上所有打着面包，包括我盯着的吐司，被一扫而空。买到的人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没买到的则捶胸顿足，眼神绝望。周围充斥着其他玩家的咒骂、抱怨和绝望的叹息。此刻我的饥饿值已经掉了70%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胃部的痉挛，目光从混乱的人群移开，投向了机场高处巨大的航班信息显示屏。红色的航班状态不断滚动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。在这座机场里，玩家可以穿梭在任意地点，即便是没有机票，也可以去登机口。我快速扫视了大屏，精准锁定了几条标红加粗的延误信息，延误时间超过6小时的才是我的目标猎物。于是我拖着发软的脚步，朝着一个登机口走去，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小撮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焦躁和汗味。102登机口已经延误8小时，滞留的旅客们把地勤团团围住。地勤是个年轻姑娘，脸涨得通红，旅客们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她脸上。你们航空公司是吃干饭的吗？我孩子都饿哭了，你们孩子们管不管？你们管不管？赔偿，必须赔
赔偿？现在马上给我赔钱！场面混乱，而地勤姑娘的声音淹没在声浪里，急得快哭了。我猛然察觉到这是机会，我拼尽全力挤进人群中心，站到了地勤姑娘前面，安静。我用尽力气吼了一嗓子，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静。我指着那个抱着哭闹孩子的母亲，对着所有旅客大喊道：看看孩子都哭成什么样了！我们在这里吵破天，飞机就能飞了吗？航空公司理亏，他们必须负责。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吃的，是地方休息，是保存体力，跟他们耗到底。我转向那个快崩溃的地勤姑娘，语速飞快，大家情绪激动，当务之急是安抚旅客，餐券、酒店券这些立刻发，让大家先吃上饭，安顿下来，否则闹大了，你担得起吗？我一直在给他们说，餐券和酒店券都可以发，是他们不要。地勤姑娘委屈地说道：大家排队，按照登机牌领取。都这时候了还讲流程？我打断她，指着抱孩子的宝妈：你看这位妈妈多累，抱着孩子等了8小时，还要排队领你的餐券。我转身对那个宝妈说：姐，把登机牌给我，我帮你领。我伸手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。那位宝妈像抓住救命稻草，立刻把登机牌塞给我。有人带头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其他几个同样带着老人、小孩或者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旅客，也纷纷把登机牌塞到我手里。我手里瞬间攥了10几张登机牌，我转向地勤，把牌往他面前一递，压低声音：赶紧的，先解决最紧急的，总比闹上新闻强，对吧？多给2张餐券，我帮你安抚住这几个带孩子的，大家都有台阶下。地勤姑娘感激地看着我，飞快地在机器上操作。很快，她拿出了1叠餐券，数出几张对应我手上登机牌的，然后又快速多抽了2张混在一起塞给我，眼神带着感谢的意味。成了，我心中狂跳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姐，你的带宝宝快去吃饭。这位大哥，拿好。我迅速把对应的餐券和登机牌分发回去，动作麻利。最后我捏着那多出来的2张餐券，塞进最贴身的口袋，对着人群喊了一句：大家先领券去吃饭休息，保存实力，回头再找他们算账。趁着人群注意力转向领券，我像条滑溜的泥鳅，瞬间钻出人群，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航站楼通道里。要想在游戏里活下去，就得比一般人更会钻空子。刚出候机厅，我又看见了吴驰，他憨厚可掬地笑着说：66号，我看见了你的实力，刚才你跟电影里的大佬谈判似的。你真的不考虑跟我们结盟吗？后面也许需要大家互相帮助哦。就1天的功夫，他身边居然多了4个玩家。我依然谢绝了他的邀请，拿着餐券吃饱了饭，饥饿值暂时回满，但疲惫感像潮水般涌来。我的精力值已经跌破了50%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机场的人流明显稀少，大部分商店开始打烊，灯光也变得昏暗，有种说不出的恐怖氛围开始弥漫。航站楼的椅子都有扶手，不让人躺平。一个年轻玩家大概是实在撑不住了，裹着件薄外套蜷缩在地上，试图入睡。仅仅过了不到2分钟，一道强光就精准地打在他脸上。起来，这里不准躺。保安的声音毫无感情，年轻玩家不理睬这个 NPC， 翻了个身继续睡。突然从角落冲出来一群保安，不容分说，强行将他抬起来，扔到了机场大门外。游戏公屏上爆出广播：13号玩家因离开游戏区域被淘汰，负债100万。紧接着还有不同区域的玩家以同样的形式被淘汰，系统在逼我们用疲惫和寒冷榨干玩家最后一丝理智。这时候我的精力值已经严重不足，为了防止被淘汰，我把破毯子盖在身上，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。第2天升起的太阳告诉我们，游戏才刚刚过了1天，我的精力值勉强爬回了75%，但饥饿值再次跌到了50%，身上还有1张餐券。我并不是很着急，我喝了口凉水，吃了2包糖。继续往出发大厅打猎，一个玩家突然冲过去，抢走了一个小孩手里的热狗，随后小孩大哭，保安闻讯赶来，将那个玩家团团围住，押进了机场外的警车里。而此刻系统广播再度响起：25号玩家抢夺 NPC 食物，被保安扔出机场，淘汰，负债100万。我悟出一点道理，在这个机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惊动保安。然而今天机场很奇怪，没有出现一趟延误的航班。我猜测可能我钻的漏洞被系统补起来了。这一天我像个常规旅客一样在大厅晃荡，出现在每一家有试吃的店里。当然我只吃不买，边试吃边看店员的脸色，被他发现我光吃不买后，我就会赶紧逃走。就这样凑合到了晚上，晚餐我用剩下的餐券解决，又把饥饿值填满。今天的精力值跌得更低了，这一次我没有选择在座位上凑合，我钻进一条昏暗的侧通道，通道尽头有我白天发现的黄金宝地一个虚掩着门的废弃设备间，里面堆满杂物，但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。我刚走进设备间，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严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有人踢开了设备间的门，进来的是一个吊梢眼的高个子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精神小伙儿。滚！这
地方归我们了。高个子朝我吼道：“这个高个子我有点印象，昨天在面包店就他抢得最凶，他甚至还抢走了2个玩家手里的面包。知道自己惹不起他，我决定放弃这块风水宝地。就当我走到设备间门口时，高个子突然掏出一把刀，威胁道：把你身上剩下的钱和吃的都交出来，不然宰了你！”他们眼神里的疯狂和残忍告诉我，他们绝对干得出来。我大脑飞速运转，硬拼，我毫无胜算。交出钱，那等于被淘汰，背负100万债务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吞了口唾沫道：“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抢劫可是会被系统判定淘汰的。”少废话，快点儿，老子可没有耐心。水果刀又抵进了脖子2分，我放弃抵抗，果断将账户里的50块钱转给他。只有在游戏里活着，我才有可能赚到100万。高个子拿到钱，一把将我推出去。他们关上门，我听见里面传来得意洋洋的声音：“直接抢劫果然好用，多亏了他告诉我们抢钱也不会被淘汰，这一下我们就不怕没钱用了。”他们口中的他是谁？抢劫 NPC 是不行的，但抢劫玩家甚至杀害玩家都可以。是谁对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？这才进行到第2天，我就失去了仅存的50块钱，没钱没食物，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？不一会儿，游戏公屏又有人匿名喊话：“快来 L3楼 A 区面包店，这里的面包半价了。”设备间的门开了，高个子带着跟班走了出来，我慌忙躲藏到一旁，尾随他们朝便利店走去。他们3人把抢来的钱全部拿来买了苏打饼干。随着支付成功的电子音，系统在游戏上广播：5号、49号、61号玩家因超支被淘汰，背负100万债务。高个子发出了哀嚎，他话音未落，整个人像一道光消失在空气中，剩下的2个精神小伙儿也消失了，而数十袋苏打饼干还有4、5袋面包则是掉落在地上。我立刻冲过去，脱下外衣，将饼干和面包严严实实的包起来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系统一开始说了超支会被淘汰，但每个人账户上只有50元，怎么可能超支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抢了玩家的钱并使用超过50元就算超支。但高个子在面包店抢了人家的面包，却没有被淘汰，说明掠夺别人的食物不算。可以预想接下来的几天会有更多参透规则的人为了食物而大打出手，所以我手上这份食物一定要藏好。有了这些食物，我撑到游戏结束绝对没问题。于是我找了5处自认为安全的地方，将饼干分散藏了起来，每天解锁一个位置，就能熬过剩下的5天。干完这一切，我的精力值已经严重不足。很快我再次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。游戏进入第3天，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在不远处炸响，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。是47号玩家，那个看起来就很单薄的女生，她蜷缩在冰冷的金属长椅上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，脸咳得通红，甚至有些发紫。同为玩家的男朋友露出嫌恶的表情：“你怎么回事？发烧了？可别撑不到第7天啊！”47号女生声音嘶哑微弱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：“就是突然好冷，好难受。阿勇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”不行，万一你把我传染了怎么办？突然尖锐的警报声毫无征兆地在整个航站楼响起，一阵沉重而整齐的脚步声从远处通道传来，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将47号轻易架起。你们放开我！我不要被淘汰！阿勇，抱抱我，抱抱我！但阿勇看都没看他，扭头就跑了。防疫人员无视47号的哭喊，推着担架车，在众多玩家惊骇的目光中，迅速消失在通道尽头。几秒后，系统广播传来：47号玩家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，已被强制带离游戏区域进行隔离处置，淘汰，负债100万元。87号玩家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，已被强制带离游戏区域进行隔离处置，淘汰，负债100万元。玩家们面面相觑，眼神里充满了猜忌。87号昨天翻了垃圾桶里的食物吃，今天狂拉肚子，感冒不行，拉肚子也不行。我用水在团队里得到了食物，谁会是下一个？身边的咳嗽声，哪怕只是清清嗓子，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。我又了解到一条游戏规则：不能生病，哪怕一个小感冒或者拉肚子，都会被带离游戏区。我靠着捡到的面包和饼干挨过了1天。今天的机场温度更冷了，简直就像个冰窖。我在垃圾桶捡到了一条登山驴友专用的保温金属毯，裹上它终于让我保持温度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被淘汰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清晨醒来，我决定去拿今天的面包和饼干。我精准避开人群，走向第一个藏匿点，那是位于一处偏僻洗手间后面，巨大的绿植花盆底部与墙壁的夹缝。走到近前，我蹲下身，伸手向那个熟悉的缝隙摸去，空的，里面竟然什么也没有。我心头一沉，不死心的又仔细摸索了一遍，连饼干包装袋的碎片都没找到。我顾不上许多，向着下一个地点跑去，没有还是没有。藏饼干的4处地点全部被人偷了。
几十袋救命的苏打饼干和面包，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本来肯定稳赢的局面，一下子被彻底颠覆了。能在一夜之间精准地找到所有地点，并且悄无声息地搬空，这绝不是普通玩家能做到的。到底是谁在一直监视着我？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我又厚着脸皮去找试吃，但是抢试吃的玩家越来越多，商家们已经警惕起来，将试吃的食物全部藏起来，就连咖啡店的调料台也空空如也，糖包全被服务员收走了，而垃圾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依然有很多玩家冒着拉肚子的风险在垃圾桶里翻吃的，等我去找时，连食物残渣都没看见。就这样熬到了晚上10点，我的各项数值都在报警。我向着机场一排卖奢侈品的商店走去，一旁的玩家在窃窃私语，这人估计要被淘汰了。去奢侈品店能干什么？而在奢侈品店不远处的垃圾桶，我翻到了几个别人扔掉的袋子和盒子。许多旅客为了避税，选择出发前将盒子扔在了机场。我将盒子小心地塞进最完好的袋子，提在手上下到1楼出发厅。之前踩点时，我发现那里竟然开着一家火锅店，所以我现在要去蹭一个免费休息点，还要蹭一些免费食物。推开厚重的玻璃门，暖气和牛油锅底的香气扑面而来，笑容甜美的服务员小跑着迎上来，欢迎光临，先生几位？2位，我将手中醒目的奢侈品袋子随意的往旁边椅子上一搁，声音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，给我找个安静点的位置等人。服务员目光扫过我手上的袋子，笑容更深了。好的，这边请。能买这么多奢侈品的人，绝对不会是蹭饭的穷鬼。他将我引向一个半包围的铺着软垫的沙发卡座，私密性极好。刚落座，我立刻掏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飞快划过，拨通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号码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我带着哭腔的声音在略显安静的区域炸开。我在机场火锅店等你，我买了凌晨3点飞巴黎的机票，你不来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。我将手机狠狠拍在桌上，眼眶瞬间蓄满了泪水。服务员快步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羹和一小碟水果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先生，消气儿，先喝点东西润润嗓子。女朋友惹你生气了？我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谢谢。想到她正在陪白月光，我就吃不下东西。服务员把银耳羹放到我面前，越是难过越要吃饭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等他追妻火葬场？我点点头，接过了那碗羹，小口啜饮，温热甜润的液体划过干渴的喉咙，是饥饿感在咆哮，但我此刻必须忍住。很快，服务员又送来了一碗免费蒸蛋。我失魂落魄地起身去调料台，舀了满满3大勺牛肉粒，迅速扣进蒸蛋碗里。我坐回座位，强忍着狼吞虎咽的冲动，用最优雅的姿态小口小口地吃着，同时眼角余光警惕地扫视着服务员和领班。此刻服务员简直像装了雷达。先生，看您心情不好，要不要试试我们新上的番茄汤？酸酸甜甜，很开胃的。于是，一碗色泽诱人的番茄汤又摆在了我面前。再给您拿点小零食吧。一盘免费的炸薯条紧随其后，服务员又一次凑过来，眼神里充满了八卦和同情，显然比我还焦急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他问得太频繁了，我立刻切换状态，泪水再次盈满眼眶，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：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其实我没打算走。我适时的低下头，肩膀剧烈抖动起来。哎呀，别哭别哭！服务员慌了，立刻抱来一个巨大的毛绒玩具熊塞到我怀里，让他陪着你，您这么帅气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而我抱着毛茸茸的熊，疲惫感排山倒海般袭来，精力值告急，我必须休息。我偷偷设置了凌晨2点的震动闹钟，然后心力交瘁地抱着熊，蜷缩在柔软的沙发里，闭上了眼睛。意识模糊前，我祈祷着别被赶出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服务员突然叫醒了我。先生，您的航班是不是要起飞了？我的手机适时疯狂震动起来，这是我设置的闹钟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猛地抓起手机，看也不看来电显示，对着话筒吼出早已准备好的台词：我在火锅店等了你4个小时，你还是不肯来吗？那个男人就那样重要吗？我要走了，我真的要离开了，你就来看我一眼好不好？挂断电话，我扑进玩具熊怀里，在别人看来我是在偷偷哭泣。领班停下了脚步，摇了摇头。服务员贴心地给我送来毛毯，我在大沙发上睡了一整晚。第2天清晨，当我准备离开时，服务员还特意送来豆浆、稀饭和茶叶蛋等免费的食物，眼神充满鼓励。先生，加油！离开渣女，你会遇到更好的。恭喜你新生。因为我没有消费，自然没有付钱。我低声道谢，转身走出玻璃门。我的精力值已经全部恢复，饥饿值也满了。这个法子挺无耻，而且只能用1次，而我已经用掉了这张底牌。很快，游戏进入到第5天，刚走出火锅店，我就碰见了无耻等人。他的队伍已经壮大到20多人，他们正在分饼干。看见饼干的包装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响了，那是我丢失的饼干，每一袋上我都故意撕掉了一个角做了标记。我怒气冲冲地走过去，无耻，是你偷了我的饼干。别生气嘛，我早说过了让你加入我的队伍，是你不听。把饼干还给我。你看看我的队友们想还你吗？哼，
吴池指了指身后，那20多双眼睛透露着贪婪。我拿走他递来的一块饼干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现在还能加入你们吗66号，迟了。”吴池微微笑着，样子憨厚可掬。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单打独斗的，玩家只能抱团抢夺其他玩家的资源才能活下去。你没钱也没食物，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，所以你只能被淘汰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个时候，系统突然发出了指令：各位玩家，欢迎进入第5天。为提升游戏趣味度，今日起全机场的饮水机停止供水，卫生间的水源被污染，不可饮用。玩家们已经忍不住在公屏上开喷了。趣味度，我去你丫呀！没水还剩3天，玩死我们啊！吴池团队的玩家也骚动起来，恐惧压过了刚分到食物的短暂喜悦。水是比食物更致命的硬通货，吴池却并不紧张，抬手压下骚动，声音依旧平稳：“慌什么？水而已。”他斜眼瞄了我一眼，继续对玩家们说：“其他玩家还有水，抢了就行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但已经来不及逃走。20多双充血的眼睛瞬间锁定我，人群像闻到血腥味的猎狗，猛地扑了上来。放手，这是我的！我死死护住背包，但双拳难敌4手。背包带被粗暴地扯断，拉链被撕开，2瓶沉甸甸的矿泉水瓶被粗暴地抢夺出来，里面仅剩的几包糖也散落一地，瞬间被哄抢一空。我被推搡摔倒在地，吴池冷冰冰地说：“没有要你的命，已经够仁慈了，滚蛋吧！”我爬起来就跑，并不是因为要躲吴池，而是为了去抢水。我要抢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到达那个地方液体丢弃区。机场安检规定，随身携带的液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。在安检口，旅客们会将矿泉水、饮料、果汁直接丢弃在旁边特设的大垃圾桶或收集筐里。此刻的航站楼国内出发安检口处，并排放着3个半人高、容量惊人的透明塑料气质桶，里面塞满了喝了一半甚至未开封的矿泉水。而2个穿着制服的安检协管员 NPC 正站在附近，直接翻垃圾桶显然不现实，还会触发保安警报，不能再等了，机会稍纵即逝。我脸上瞬间切换成极度焦急的表情，朝着安检口快步走去，目标直指那几个气质桶。麻烦让一让！我声音沙哑，带着哭腔，拨开排队的人群，成功吸引了协管员的注意。这位旅客，请排队。一个协管员皱眉拦住我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。”我语速飞快，带着真实的慌乱，指着气质桶说：“我的戒指好像掉那边，那是我奶奶留给我的遗物，求求你让我过去找找，就一下，求求你了。”说着说着，我的眼泪落了下来，看起来情真意切。协管员愣了一下，他侧了侧身：“快点，别影响后面安检。”谢谢大哥，我千恩万谢，立刻扑向气质桶。为了不影响大家，我把垃圾袋收旁边去翻找。于是我悄悄将桶内3大袋垃圾提了出来，迅速退到了协管员看不见的地方。好家伙，这么多的水，肯定可以熬过3天。我迅速清理出一个袋子，将未开封的水装进去，快步离开安检区。心脏狂跳的快要炸开，我不敢停留，一头扎进附近一个相对僻静的残疾人卫生间，反锁上门，绝对不能让其他玩家知道我一个人拥有这么多水源。我踩在马桶上，掀开卫生间的天花板，将一部分水源藏进天花板，然后又从卫生间出来，找了几个缝隙将剩余的水源藏好。我又往国际出发安检口跑，故技重施，我又弄到了大量水源，依旧藏好。不是我贪心，而是我有个更大的计划。此刻截至第5天，还剩下67名玩家，吴池团队有25名玩家，他们犹如蝗虫过境，逮着玩家就搜刮水、食物，甚至连一片饼干都不会放过。只要敢反抗，他们就会对玩家又踢又打。而 NPC 们对玩家的暴行则是视而不见，也没有保安过来制止。突然啪的一声，一个玩家因为低血糖摔倒在地，没过多久就停止不动了，嘎嘎了。另外的玩家惊疑不定地问，几个抬着担架的白大褂出现，迅速将玩家抬到担架上，用白布盖好，一切迅速得来不及眨眼。很快系统又开始广播：93号玩家经历值归0，淘汰，负债100万。今天广播里被淘汰的玩家特别多，数量疯狂下降。我需要找到合适的结盟对象，组建一支能够对抗无耻的队伍。我脑海中飞快闪过这几天观察到的面孔，几个身影定格下来。那是一个6人小团体，领头的是看起来很精明的48号玩家，其他的成员各有特色，都是体格强壮的男生。我在到达大厅找到了他们，我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他们的状态不太好。其中一个男的嘴唇已经开始发干，另一个男的不停地舔嘴唇，很明显他们缺水，这是个机会。我提着奢侈品袋子走到他们跟前。你们好，我叫李川，66号玩家，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。48号站起来，警惕地看着我。你走吧，我们不收人了。我把袋子递过去，里面放着3瓶水，大家的眼神亮了。我坦诚地说，我有安全的水源，能保证团队基本饮水。作为交换，我要加入你们共享食物。你有多少水？
省着点支撑我们7个人熬过剩下的3天，没问题。机灵的33号玩家插话道，眼神探究。我断然拒绝你们，只需要知道我有办法弄到水，并且愿意分享给团队就够了。水的存放地点只能我知道，这是我的底牌。48号回头和他的队员用眼神快速交流了一下。好，李川，欢迎加入，我是陆墨。加入我们的团队规矩是，绝对不可以背叛队友。48号最终做了决定，向我伸出手，我点点头，合作愉快。第6天的曙光带来的不是希望，而是更深的绝望。我独自一人去安检区，希望再弄一些水，但我看见那里站了5个保安，死死地盯着垃圾桶。看来系统又把这个路子给堵死了。最后的稳定水源断了。昨天忍受干渴一整天的玩家忍不住喝了卫生间的水，病毒击倒了他们被淘汰出局。就在这时，机场广播毫无征兆地响起，为加快淘汰速度，提升最终对决观赏性，现启动生存淘汰赛机制。今日饥饿值、口渴值、精力值排名最低的20位玩家将会在晚上12点被淘汰。请注意 ，T3 航站楼内将随机刷新3个应急物资箱，内含足量食物、水和少量药品。物资箱位置出现后，将全图广播一次。公屏瞬间被绝望和咒骂刷爆。这破系统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负债，大家都被他骗了。先是关闭水源，现在又搞玩家自相残杀，太狡诈了。大家冷静，去 T3 就是送死。很快恐慌就开始在团队中蔓延。无耻的团队人最多，他们最有可能拿到应急物资箱。现在只剩下45人，无耻独占25席，意味着剩下的20人，除非数值奇迹般飙升，否则晚上12点就是集体淘汰的末日。一定不能让无耻的人拿到应急物资箱。陆墨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李川，你说穷鬼怎么在这种死局里翻盘？穷鬼的生存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，而是钻空子、找漏洞、制造混乱、火中取栗。第1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，T3 航站楼 B2层员工休息室。果然，随着远处传来了脚步声，无耻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 T3 方向移动。陆墨准备带队，别让他们抢先了。等，我拉住他，位置在员工休息室。你知道那地方意味着什么吗？我顿了顿，第1个应急箱肯定是陷阱，会让最先到达的人被淘汰。系统关闭免费饮水机，派保安守垃圾桶，就是在不断强化 NPC 规则不可违抗这条铁律。员工区是禁区，普通玩家根本进不去。一旦硬闯，系统绝对会判定非法入侵，直接淘汰。而无耻会派人硬闯吗？我觉得他不会。我让阿哲和小敏去刺探情况，他们传回来消息，无耻果然没有让队友继续前往禁区，而是兵分几路，看守住了通往员工休息区的路。他的策略是封锁，不让别人拿，但自己也不去碰那个烫手山芋。只要其他玩家拿不到物资，依然是他们团队占优势。徘徊在边缘的几个散人玩家眼神绝望又疯狂，他们的数值肯定垫底，今晚必定淘汰。这种人最好利用。我躲在柱子后面，小声和队友议论道：员工休息室的门禁卡就在旁边的消防柜里。真的假的？系统故意放的？小声点，无耻的人现在守在门外，咱们等待时机再去拿门禁卡。站在柱子前的散人玩家恰好听见了，他瞬间像打了鸡血，扑向那个消防柜。拦住他！无耻下达命令，但是已经晚了。玩家一把拉开了消防柜的玻璃门，那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门禁卡。他触发了警报，刺耳的消防警报瞬间响彻整个 B2层，几乎是同时，6名全副武装、手持防爆叉的保安如同神兵天降，场面瞬间大乱。保安才不管是谁拉开了消防柜，无耻的一队人马连同拉开消防柜的玩家都被防爆叉插了出去。淘汰广播接踵而至，无耻瞬间损失5人，团队降至20人，物资箱没有拿到，他们一无所获。这时候第2个物资箱解锁了。第2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，T3 航站楼 L3层 VIP 休息室入口处。VIP 休息室门口通常有专门的礼宾台和服务人员，环境更高级，安保也更严密。我们远远观察到，通往 L3 VIP 区的电梯已经被无耻的人把守住，而在 VIP 休息室大厅的茶几上，那个银色物资箱格外显眼。怎么办？这次连靠近都难了。小敏焦急道：“我把手机递给小敏，把这个拿到失物招领处去。”你的东西让我拿去失物招领处干嘛？小敏惊讶地问：“让你去就快去。”我催促着她。小敏把我的手机交到失物招领处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失物招领处，故作焦急地问：“我丢失了一部手机和一张 VIP 休息室的卡。在机场闲逛的时候，我也在 VIP 休息室外蹲点过，妄图找到口吃的。我关注过进去的旅客，都是拿着一张黑色 VIP 卡刷卡进去的。偌大的机场，我不信有人没调过 VIP 卡。我给工作人员描述了一下手机和 VIP 卡的样子，工作人员真的找来了我的手机和一张 VIP 卡。是这2个吗？对，就是他们。我激动地接过手机和卡片，谢谢你。等等，
你需要提供证明。小五在旁边吸引工作人员的注意，我趁机用脸部解锁了手机，并暗暗拍了一张卡片的照片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递给工作人员看，我脸能解锁手机 VIP 卡，我刚好有拍过照片。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，便放我走了。我走到贵宾接待处，刚好有一群旅客要去 VIP 室，有专门的小电车送他们到门口。我趁机爬上了电车，坐在旅客中间，躲过了无耻的眼线，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坐到了 VIP 休息室门口。保安接过卡片，刷了一下机器，绿灯亮起。欢迎你，白金会员，请进。门开了，一直观察着 VIP 休息室的吴池突然高声喊道：“那卡一定是他偷的！”我心中暗骂，这胖子太阴险。陆墨带着我们的人在电梯口跟无池的人发生了冲突，6个人对10个人，不算太劣势。趁着混乱，我迅速闪进玻璃门，拿到了物资箱。系统的声音犹如天籁：“恭喜66号获得物资箱。物资箱内物品只能由66号指定的玩家享用，非法抢夺者无法使用。第3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T3 航站楼，中央问询台顶部。”那是一个开放毫无遮挡的平台，没有禁区陷阱，没有 VIP 规则掣肘，纯粹的力量与速度的较量场。吴池果断放弃了纠缠，让队员迅速转移去问询台，再也没有人守在 VIP 室门口。我抱着箱子走出来，打开它，里面满满的补给，够我们7个人吃喝一天。只要3个数值补满，今晚就不可能淘汰我们。李川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其他玩家在冲向第3个箱子，我们在原地疯狂补充能量。为了最后一个箱子，吴池彻底撕下了伪装，展现了最赤裸裸的暴力。剩下的玩家和吴池的队友硬碰硬，打得头破血流，终究还是吴池的人多，占据了优势。我们7个人远远的看戏。陆墨说：“只有1个箱子不够吴池的队友补给，第1个箱子又太难拿，估计这把他的队伍悬了。”系统冰冷的倒计时无声地跳动着。晚上11点50分，航站楼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系统结算开始，根据饥饿值、口渴值、精力值综合排名，以下20名玩家数值最低将被淘汰。冰冷的电子音毫无感情地念出一个个编号，除开我们队7人，其他散装玩家全部淘汰，就连无池队伍里的人因为1个箱子物资分配不均，最后只剩下13人。广播声刚落，整个机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20个人每人100万，意味着总奖池2000万，而如果淘汰所有玩家，最后的胜利者将独得2000万加1亿，总共1.2亿。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人疯狂。无池遥遥地望着我们，眼里露出嗜血的光芒。他舔舔嘴唇，对队友们说：“我想让大家互相伤害，但我们队人多占优势。我们拿下对面7个玩家，然后13人平分1.2亿奖金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”我们这边，陆墨的眼神凝重到了极点。大家都稳住，不要上系统的当。无池的队伍肯定会团结起来，先杀光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能自相残杀。我们7个人干掉他们13个人，再平分1.2亿奖金，这是目前的最优做。胖丁瘫软在地。怎么杀？我们人比他们少，现在只有待栽的份儿。咱们先找地方躲起来，将他们分散开。我提议，我知道有个地方。凌晨12点，屏幕上出现了血红色24小时倒计时表，整个机场的灯光瞬间被染成一片刺目的猩红，疯狂地闪烁着。刺耳的警报声拉响，却不是来自任何喇叭，而是直接灌入脑海。前一秒还熙熙攘攘的 NPC 旅客、工作人员、保安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偌大的 T3 航站楼，只剩下我们20个玩家。跑，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。我们7人拔腿狂奔，进入电梯的一瞬间，我拼命地按着关门，哐当，电梯门在无耻狰狞的面孔下合上了。靠！别让他们跑了，淘汰他们，钱是我们的。电梯急速下沉，带着我们来到地下车库，这里混合着汽油、尘土的湿热空气扑面而来。我们立刻分散，像受惊的老鼠，各自寻找掩体。几乎就在我们藏好的下一秒，无池带着人从安全楼梯冲进地库。20个玩家藏在偌大的停车场，只要一直拖时间，我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。我屏住呼吸，像一块冰冷的石头，紧贴着地面，透过车底狭窄的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，疯狂地闪烁着。9号被玩家击杀，100万转移至击杀者账户。到底是谁杀了他？我们这边的人吗？紧接着又传来打斗的声音，以及胖丁凄惨的喊叫声。不一会儿就传来胖丁淘汰的消息，玩家分散在车库里，时不时传来惨叫声。广播在轮番播报玩家淘汰的消息。21号被自己人淘汰，场面更加混乱，猜忌充斥在玩家之间，信用在摇摇欲坠。匿名人的广播又来：起来杀掉无耻，他是上一任冠军，奖金持有2亿，淘汰他，瓜分2亿。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车库。什么？无耻是上届冠军？难怪他这么强。
妈的，我们被耍了！无耻急忙解释，别听那个匿名的胡说，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是第一次参加。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。巨大的利益面前，理智瞬间崩塌。嘎了他就知道有没有2亿了，嘎了他，嘎了他！混战再次爆发，这次所有人都红了眼。为了那传说中的2亿奖金疯狂厮杀，我趁乱找到一辆没锁门的 SUV， 悄悄钻进了后备箱。黑暗的空间里，我蜷缩成一团，透过后备箱的缝隙，听着外面不断传来的惨叫声和系统播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少，直到某一刻，车库里彻底安静下来。我小心翼翼地透过缝隙往外看，只看到满地的残骸。就在这时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李川，李川，你在哪里？”是陆墨的声音。我把无耻抓住了，你快出来，我们一起杀掉他，就可以瓜分2亿了。缝隙中，我看见陆墨将无耻五花大绑，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去应他。陆墨从我的车前走过去，我正偷偷松了一口气，下一秒，后备箱被粗暴的掀开，刺目的猩红灯光瞬间涌入。原来你在这里，叫我好找。躲猫猫游戏结束了，66号。陆墨的声音带着令人作呕的戏谑，冰冷的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。陆墨好死死抓住我，将我从后备箱拖了出来。你们果然是一伙的，所谓的追杀，所谓的团队对抗，全是你们演的双簧，目的就是利用规则借刀杀人，清除掉所有碍事的玩家，最后只剩你们2个人来瓜分所有奖金。你们熟悉游戏的规则，用匿名身份引导玩家抢劫超支，你们再摘取果子。你们知道最后一天必然是大厮杀，所以无耻一开始就在组建队伍，而陆墨故意站在无耻的对立面，方便最后一天2队厮杀，你们获利。陆墨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。李川，你很聪明，这些天谢谢你。无耻终于失去了耐心，狰狞地吼道：“老陆，把我松开！跟他废话什么？直接送他上路！”陆墨冷漠地看了眼无耻，松开你？开什么玩笑？2个人分1亿，哪有我独吞爽？而且上一轮你累计了2亿，也该归我。随后一招将其淘汰。陆墨随后冷笑道：“忘了告诉你，最后那条匿名消息是我发的。44号玩家淘汰，公布彩蛋。44号玩家是上一任冠军，累计金额2亿，已转移至猎杀者账户。”此刻陆墨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，就是现在，我猛地将高强度发胶喷向陆墨的脸，一大团粘稠发胶精准地喷进了陆墨的脸上。陆墨发出凄厉的惨叫，他捂着脸踉跄后退，痛苦地弯下腰。我手脚并用地扑向驾驶座，我刚才躲藏时就确认过，这辆车不仅后备箱没锁，驾驶座的门也没锁，而钥匙就插在点火开关上。陆墨大喊道：“66号！我要活剐了你！”他顾不上疼痛，像一头暴怒的狮子猛扑过来，匕首擦着我的头，狠狠扎进了驾驶座的真皮座椅里。我手指摸到冰冷的钥匙，猛地一拧，轰轰，引擎发出一声低吼，瞬间苏醒。我几乎同时挂入 D 档，右脚用尽吃奶的力气，狠狠跺向油门踏板。陆墨完全没料到这辆车会突然启动，身体被巨大的冲击力带得凌空飞起，随后软软的滑落在地，但他依然试图爬起来。我挂上倒档，朝着他开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系统发出了最后的审判声：48号玩家淘汰，公布彩蛋。48号玩家是上一任冠军，累计金额1.8亿，已转移至猎杀者账户。当前存活玩家1名，恭喜玩家。66号玩家成功生存至最后，成为本轮机场迷航的唯一冠军。66号玩家本轮获得奖金1.2亿，挣2亿，挣1.8亿，共5亿奖金。我艰难地从驾驶座下爬出来，浑身沾满油污和灰尘，没有狂喜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劫后余生的虚脱。猩红的灯光渐渐褪去，警报声停歇，白光一闪，我又出现在了最初虚无的游戏世界。耳边是系统的低语：“你现在有5亿奖金，好好活着。但按规定，冠军不可以退出游戏，否则负债5亿。”白光渐渐散去，我看见身边站满了人，他们都睁大眼睛，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系统欢迎100位玩家进入穷鬼游戏，初始资金50元，目标在游戏中生